很多人到了晚年了，总感叹日子憋屈，家宅不宁，怪儿女不懂事，怪命运不公平，却很少往自己身上思量，是不是心里装的怨气太重，脾气太急，一点小事就要争个输赢，受不得半分委屈。我跟你讲，人到了晚年，拼的早就不是你存折上有几个零了，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你的心性，拼的是你的定力。咱们老祖宗常讲，起心动念即是命，你心里头怎么想，你的日子就怎么过。很多人的晚年之所以吃大亏，归根结底就是性格里的几个要命的习气没有改掉。这习气呀，就像是一把漏勺，把你这辈子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福报漏的是一干二净。今天我先把话放在这里，有几种性格的人老了注定是要吃大亏的。这第一种啊，也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伤命的一种，就是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火冒三丈，毫无定力。你想想看，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周末的，儿子媳妇带着孙子回来吃饭，你辛辛苦苦在厨房里忙活了一大桌子菜，累得腰酸背痛，结果吃饭的时候，儿媳妇随口抱怨了一句：妈，这菜怎么这么咸啊？哎呦，这句话一出来，你心里那股无名业火噌的一下就窜上来了，你心里委屈啊，心想我给你们做牛做马，倒贴着退休金养你们，你们还挑三拣四，于是你这脸一拉，碗一摔，好端端的一顿饭吃成了仇人聚会，儿女甩门走了，你呢坐在沙发上大喘气，血压蹭蹭的往上飙，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还得靠吃降压药安眠药才能对付过去。你们要晓得，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拿别人的错来烧自己的福报啊！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这一发脾气叫做火烧功德林，你干了一辈子的好事，对儿女掏心掏肺的功劳，就因为你受不得这一句委屈，脾气一爆，全给烧没了，最后落得个气大伤身，谁替你难受？还不是你自己受罪。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我发现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想不明白，一听逆耳的话，一遇到不顺心的事，立刻就炸了毛，总觉得全天下都欠自己的，自己受不得半点委屈。我告诉你们，带着这种脾气生活，哪怕你住在金窝银窝里，你也活不长久。咱们历史上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家都听过三国里的周瑜吧？这周大都督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长得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水军大都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按理说他这命够好了吧，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眼极小，脾气极急，受不得半点委屈和屈辱。当时天下大乱，周瑜带着兵马去打荆州，想建功立业。诸葛亮呢，早看穿了周瑜这个人的性格底细，知道他这人定力极差，一激就怒。诸葛亮根本不跟他真刀真枪地打，就在暗地里使绊子，处处抢先一步，让周瑜吃哑巴亏。这要是换个有城府有定力的人，吃亏就吃亏了，回去重新盘算就是了。可周瑜不行啊，他哪受过这种气，一看自己费了半天劲，城池却被别人占了，当场就气得在马上大叫一声，旧伤复发，摔下马去。后来这诸葛亮更是绝，知道周瑜受了箭伤在养病，故意派人送信去羞辱他，嘲笑他不敢出战。周瑜拿到那封信，那场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双手接过信一打开，眼睛一扫，坏了，
这哪是信啊，这简直是催命符。周瑜当时就觉得胸口像是塞了一块1000斤重的大石头，一股邪火直冲脑门，气都喘不上来，两只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周围的将士吓坏了，赶紧上去扶。老祖宗说，气大伤肝，怒气伤身。周瑜那口恶气憋在胸膛里出不来，越想越觉得奇耻大辱，越想越觉得老天不公。只听见他哇的一声，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原本已经在愈合的箭伤当场崩裂，血流不止。临死前他还不甘心地仰天大喊，既生瑜，何生亮。喊完脖子一歪，咽气了。死的时候才36岁啊，各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周瑜是诸葛亮拿刀砍死的吗？不是啊，他是被自己心里的那股无名业火活活烧死的，是被自己那受不得半点屈辱的急脾气给气死的。你看天下这么大的人物，本事这么高，就因为性格里这一关过不去，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咱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遇到点家里长里短的事，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人老了，身体本来就像是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旧机器，哪还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儿女说你2句，街坊邻居不讲理，占了你一点小便宜，老伴唠叨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气得吃不下饭。你以为你是用脾气在教训他们，大错特错，你是在用自己的阳寿在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你们要晓得，天地间的气机是守恒的，你心里头一急躁，一发脾气，你身上的阳气就往外散，阴寒之气就趁虚而入。为什么很多人发完脾气之后觉得浑身发冷，手脚无力？因为你的精气神被这股恶气给抽干了，长期以往，什么心脑血管问题，什么结节囊肿，全都是被这股子怨气怒气给催生出来的。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老了别再逞那个强了，遇到那些让你听了不舒服的话，看到那些让你觉得受委屈的事，你要学会把心放宽。耳朵就像个漏斗一样，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别人说你不好，那是别人的业障，你听了不生气，你的定力就稳了，你的福报也就守住了。你要是受不得辱，非要跳起来跟他争个面红耳赤，那你就在因果里跟他搅和在了一起，生生世世纠缠不清。人活一世，能忍如能化解心里的怒火，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也是你晚年保命延寿的第一大法宝。但是除了这脾气，咱们老朋友们到了晚年还有一大关极其难过。这脾气大是把福运往外推，而这一关呢，则是把自己的根基亲手掏空送给别人。哪一关？就是人老了心眼不亮，错把别人嘴上的客套和假意当成了真心，逢人就掏心掏肺。你想想看，人到了70、80岁，儿女都在外头奔波，自己天天守着个空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头是不是特别怕孤独？这个时候要是外头来个人对你笑脸相迎，天天大爷大妈的喊着嘘寒问暖，你这心里头是不是立刻就软了？我告诉你们，真心是个好东西，但你不能随便乱扔啊！你的真心，你的家底，那是你晚年立命的根本。你随便托付给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这就叫姻缘错乱，是要吃大亏的。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有个刘老太70多岁，老伴走得早，儿子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忙得脚不沾地，1个月也难得打个电话回来。刘老太一个人住着一套老居室，每个月有大几千的退休金，按理说这日子吃穿不愁，应该挺安生。
可是有一天，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卖保健理疗仪的店，店里有个推销员叫小王，20多岁的小姑娘，嘴巴甜得像抹了蜜。这小王一见刘老太，那叫一个亲热。哎呦，刘奶奶您这面相真慈祥，看着就像我亲奶奶。从那天起，这小王天天往刘老太家里跑，今天拎着一斤特价鸡蛋，明天拿个廉价的泡脚盆，一进门不仅帮着扫地擦桌子，还拉着刘老太的手，一口一个奶奶的叫着，眼眶还时不时的红一下，说自己从小没在长辈身边，看到刘老太就觉得亲。刘老太哪里受得住这个？他那个亲儿子一年到头也没给他洗过一次脚啊！刘老太感动得老泪纵横，拍着小王的手背说：闺女啊，你比我亲生儿子还要孝顺，以后你就把我当亲奶奶。你们要晓得，这就是老祖宗常警告我们的交浅言深，别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几句客套话，一点小恩小惠，刘老太却把自己的真心全盘托出了。没过几个月，有一天小王红着眼睛来到刘老太家，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奶奶，我们公司这个月有任务，我要是完不成，连底薪都要被扣光了，连饭都吃不上了，您能不能帮帮我，买2台我们的理疗床？刘老太一看亲孙女哭成这样，心疼坏了，心想反正自己手里有积蓄，帮一把也是积德。她颤巍巍地走到床铺底下，翻开2层厚褥子，拿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里3层外3层的红本本，那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刘老太眼皮都没眨，直接跑到银行，把整整20万的养老本全刷给了小王。钱一转过去，因果的转折就来了，刀刀见血啊！第二天，刘老太做好了红烧肉，等小王来吃饭，没来，打电话过去，小王的声音冷冰冰的：奶奶，我这2天忙，过几天去啊。再过1个星期，电话打不通了，微信也被拉黑了。刘老太心里发毛，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小区门口那家理疗店。到了那儿一看，大门紧闭，上面贴着2个大字：转让。里面早就搬得空空荡荡，人去楼空。那一瞬间，刘老太的腿全软了，直接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背上的冷汗把里面的衬衣全湿透了。20万啊，那可是她生病救命的钱，是她最后的一点尊严。就因为别人几句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全没了。后来刘老太连急带气，突发脑梗，半身不遂，只能被儿子接去养老院，天天看着护工的脸色过日子，凄凉得不得了。为什么刘老太会栽这么大个跟头？就是因为她看不透世间的真假，守不住自己的心。佛法讲得很清楚，世间万法皆是因缘和合，哪有平白无故的爱，哪有天上掉下来的亲人。一个人如果突然对你过分热情，好的不正常，那这背后绝对藏着深深的算计。别人图的是你的钱袋子，你却傻乎乎地交出了自己的心肝肺。你以为你是善良，你以为遇到知己了，大错特错。你这是愚痴，你错把骗子当亲人，不仅把自己的养老本折腾光了，还把自己身上的精气神给彻底抽干了。老人们啊，一定要记住，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不要再像年轻时候那样逢人就掏心掏肺了。邻里街坊见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人家说句好听的，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笑一笑就过去了。千万别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
更别随便把自己家里的底细、存款的数字、儿女的状况全抖露给外人听。你的真心和你的财富一样，都是你生命里的能量场，你胡乱托付给别人，就是在泄露你自己的契机。守住嘴，看清人，心里要有一面明镜，不管外头的人嘴上说的多好听，只要一提到你的钱，一提到你的底线，你的心门就要立刻哐当一声关紧。这就叫定力，这就叫老人的智慧，看破了外面的虚情假意。咱们再来看看这家里头的事，很多老人家在外面吃了亏，学乖了，对外人防得紧，可是回到家里呢，对待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却犯了另外一个要命的毛病，把好端端的一个家搅得是乌烟瘴气。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三个最容易吃大亏的性格，肚子里根本藏不住事，一有委屈满大街地去倒苦水。你想想看，现在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退休了，就在家帮忙带孙子做做饭，有一天儿媳妇或者女婿下班回来，可能在单位受了点气，脸色不太好看，随口抱怨了一句：妈，这地怎么没拖干净啊？孩子爬的一身灰。你一听，心里头那个委屈啊，直犯酸水，心想我累死累活，腰椎间盘都突出了，给你们当免费保姆，你们不领情就算了，还嫌我干得不好。可是呢，你当着儿女的面又拉不下脸来吵，结果第二天一早，你拎着个布袋子去菜市场，或者搬个小板凳，坐在小区的大树底下，遇到隔壁的张大妈：李大太，你这张嘴就像决了堤的水坝一样，全抖搂出来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儿媳妇懒得像猪一样，下班连个碗都不洗，还天天挑我的刺。我这哪是当妈，我这是给他们家当长工啊。你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周围那几个老太太听得连连点头，附和着你骂几句。你心里头觉得痛快了，觉得有人替你撑腰了。可是我告诉你们，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漏气。老祖宗常讲家丑不可外扬，这不是让你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天地间极深的一个风水局啊。你的家就是一个聚宝盆，家里的那点福气财气和气全靠一家人关起门来守着。你这张嘴藏不住事，跑到外面去一通抱怨，等于就是在你们家的屋顶上捅了一个大窟窿。你以为那些街坊邻居是真的同情你吗？人家转头就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了。快看，老李家又闹笑话了，那家子人真不行，不出3天，你这番话就会添油加醋的传回你儿女的耳朵里。儿媳妇一听婆婆在外面这么败坏自己的名声，那还得了，回家大门一摔，冷战开始，甚至直接跟你儿子闹离婚，孙子也不让你抱了。原本只是稍微拌句嘴的小事，最后硬生生被你一张藏不住事的嘴闹成了家破人亡的大灾难。你们要晓得，嘴巴就是一家人最大的风水门，你往外吐怨气，招来的全是外面的邪风恶水。你天天在外面讲家里人的不好，就是在不断的向宇宙发送恶念，这种恶念形成一个强大的业力场，最后全部反弹回你自己的客厅里、病床上，肚子里藏不住事，管不住自己的嘴，你这晚年的福运全顺着嘴缝给漏光了。那咱们再往深里挖一挖，为什么这些老人家遇到家里的矛盾，不去跟儿女当面敞开心扉解决，非要去外面找街坊邻居诉苦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心里头无根。无根是什么意思？就是心里没底，胆子小，自己不敢做决定，
非要从别人嘴里找认同，这就带出了咱们晚年最容易吃大亏的第4种性格，优柔寡断。老来不敢自己做主，很多人操劳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一把好手，可是到了晚年头发一白，这心气儿突然就没了，遇到一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比如生了大病怎么治，手里的老房子怎么分，自己以后去哪家养老，彻底成了缩头乌龟，优柔寡断，生怕得罪人。你看现在医院里头这种事太多了，老头子查出个肿瘤，需要动手术，或者手里有套老房子遇到了拆迁，老头子把大儿子叫来问，老大，你看这事怎么办？老大说应该这么办，转身又把小女儿叫来，闺女啊，你觉得呢？小女儿说不行，必须那么办。老头子一看儿女意见不合，他害怕了，怕自己要是拍了板，大儿子不高兴了以后不来看他，小女儿生气了以后不给他买好吃的，于是他手一摊，头往枕头上一靠，丢出一句话，哎呀，我老了，管不了了，你们商量着办，我都行。你们要晓得，随便这2个字是晚年最折服最要命的毒药。你以为你说句随便是不偏不倚，是慈祥包容，大错特错。你这是在逃避你自己的因果，把命运的刀把子亲手塞到了别人的手里，因为你的优柔寡断，因为你不敢做主。大儿子和小女儿为了房子或者医药费的承担比例，在病房外面吵得翻天覆地，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老死不相往来。你呢，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听着门外的吵闹声，手心里直冒冷汗，连个给你倒温水的人都没有。你这时候后悔了，心疼了，可还有什么用呢？佛法讲得很清楚，个人造业个人受，自己的因果必须自己背。你活到了70、80岁，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的钱是你自己半辈子血汗挣来的，你凭什么不敢做主？你必须要有一个决断。如果是治病，自己卡里有钱，想怎么治，直接跟大夫定，跟儿女通知一声就行了。如果是分家产，白纸黑字写清楚，公公道道，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是我的权利。谁要是敢甩脸子抱怨，门在那边，好走不送。你越是优柔寡断，越是患得患失，儿女就越拿你不当回事。你只有把命运的定盘星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不怕别人高兴不高兴，你在这家里才有一言九鼎的尊严。所以这肚子里藏不住事和遇事优柔寡断不敢做主看着是两码事，骨子里都是因为心性太弱，缺乏定力。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一种看似闪闪发光，是这极其要命的习气，能活生生把儿女变成吸血的仇人。这是什么习气呢？就是很多老人家常挂在嘴边的4个字，我心太软。这第5种让你晚年吃大亏的性格，就是毫无底线的善良。说得再直白一点，这就叫愚善。你想想看，在咱们这辈人里头，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做老好人，亲戚来借钱，哪怕自己天天吃剩菜剩饭，抹不开面子，也得把养老钱借出去。儿女成家了，不仅不给家里交生活费，反而今天回来要钱买车，明天回来要钱换大房子。你心里头其实很清楚，他们这是在啃老。可是你一看儿女那副可怜相，或者稍微跟你发点脾气，你的心立马就软了。你叹口气，一边骂着我这就是欠你们的，一边乖乖地把存折递了过去。你以为你这是伟大，你以为你这是在当个好父母好长辈，我告诉你们，这哪里是行善，
这是在造极重的恶业啊！老祖宗早就把这个道理看透了，叫做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什么意思？你给他的恩惠太多了，没有了底线，最后一定会生出巨大的祸害。你剥夺了他自己去吃苦去成长的机会，你用你的血汗钱硬生生把一个本来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喂成了一头永远吃不饱的白眼狼。有个老李当了一辈子的本分工人，省吃俭用，硬是攒下了50万的棺材本。他有个儿子快40岁了，眼高手低，干啥不行，天天想着发大财。有一天晚上，儿子垂头丧气地跑回来，一进门扑通一声跪在老李面前，左右开弓扇自己的耳光，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爸，我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赔了个底朝天，欠了外面30万，我要是还不上，人家明天就要打断我的腿，您可得救救我。老李坐在破藤椅上，双手直哆嗦，那可是他留着防老看病的命根子啊！可是看着亲生儿子跪在地上磕头，额头都磕出血了，他这心瞬间就烂泥一样软了。他叹了口气，步履蹒跚地走到里屋，从床底下摸出那个生锈的饼干盒，拿出存折交给了儿子，嘴里还念叨着，就这一次啊，以后你要踏踏实实找个班上。儿子一把抓过存折，连连磕头，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以后赚大钱给你养老。可是你们要晓得，欲望这个东西一旦开了个没有底线的口子，那就是无底洞啊。过了1年，儿子又回来了，这次不磕头了，直接往沙发上一瘫，理直气壮地说，爸，我看中了一个项目，稳赚不赔，还需要20万，你把剩下的钱全借给我，等我赚了钱连本带利孝敬您。老李这回犹豫了，儿子，我就剩着最后20万养老钱了，万一我生个病，话还没说完，儿子腾地一下站起来，眼睛瞪得通红，指着老李的鼻子就吼，你这老头怎么这么自私？你的钱留着干，以后带到棺材里去吗？你现在不给我，以后你病死了我也不管你。老李被儿子这番恶毒的话吓懵了，他害怕怕儿子真的不管他，那毫无底线的软弱又占了上风。他咬着牙把最后20万也转给了儿子，结果呢，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而且来得比什么都快。那年冬天下大雪，老李去菜市场买打折的白菜，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冰面上，胯骨直接摔断了。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医生一看，必须马上动手术换关节，得准备8万块钱。护士拿着老李的手机给儿子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人接，最后终于接通了。半个小时后，儿子晃晃悠悠地来到病房，浑身一股刺鼻的酒气，他连看都没看病床上的老李一眼，直接抓起医生手里的催款单扫了一眼，眉头立刻拧成了一个死结。换什么关节8万，我没钱。儿子不耐烦地冲医生嚷嚷，医生说老人疼得受不了啊，不手术以后就瘫在床上了。儿子走到病床前，看着疼得冷汗直冒，嘴唇发紫的老李冷冷地扔下了一句话，爸，我那生意又赔了，我现在兜里连800块都没有。医生说保守治疗也行，就是躺着养骨头，您就忍忍吧，家里哪有钱给您折腾。说完，儿子转身走出了病房，连头都没回。老李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听着病房外面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一阵冷风顺着没关严的窗户缝吹进来，吹得他浑身发抖。他盯着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眼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地流进耳朵里。
断骨的剧痛，根本比不上他心里的那种绝望和冰冷。他终于明白，是自己那毫无底线的善良，亲手毁了儿子，也彻底杀死了自己。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用毫无底线的退让换来的绝不是感恩，而是别人对你的肆无忌惮。佛法讲得很清楚，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没有智慧的慈悲，没有原则的善良，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毒药。你以为把钱全给了儿女，他们就会孝顺你？错了，你把钱痛痛快快给了他，他就觉得你的钱来得容易，觉得榨干你是理所当然。等到你老了、病了，兜里没钱了，他在你眼里看不到任何剩余价值，他只会觉得你是个累赘。我常常跟大家讲，老人们啊，一定要醒醒，你的善良必须长出牙齿，你的慈悲必须要带上锋芒。遇到亲戚来借钱，超出你承受范围的，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你要敢于看着他的眼睛，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没有，我帮不了。遇到儿女不知进取，伸手要钱的，你要敢于把大门一关，告诉他们，我的钱是我养老救命的，你们自己的因果，你们自己去背，自己的路自己去走。你把钱死死攥在自己手里，那是你晚年的尊严，是你床前的最后一碗温水。你不替他们扛那些本该他们自己扛的苦，他们才能真正学会怎么做人，这才是你对他们最大的真善。如果你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一辈子当软柿子，那你晚年吃苦头真的是自己找来的。不过有些人性格确实不软弱，做事也雷厉风行，对儿女更是掏心掏肺的干活，可是他们到了晚年依然落得个众叛亲离，没人愿意搭理的下场。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五种让你晚年吃大亏的性格。很多人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甚至还经常拿它当优点到处炫耀。这种性格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听到的那句骗人的鬼话，刀子嘴豆腐心。你想想看，有多少当妈的当奶奶的在家里那是真干活啊！当那天不亮就起床，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排骨，回来又是洗又是炖，把家里的大人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你要说他心肠不好，那真是冤枉他了。他的心软得跟豆腐一样，可是等儿子下班回来，他一开口，那话就像淬了毒的刀子一样飞过去。全天下也就是我能伺候你们这帮大老爷们，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欠你们的饭桌上本来高高兴兴的气氛，被他这一通连珠炮轰得渣都不剩。儿女们闷着头扒了2口饭，赶紧躲回房间，砰地关上门，甚至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他自己呢，一边抹桌子一边生闷气，觉得全家都对不起他这满腔的心血。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老祖宗看人看得很透，你的嘴就是你的心，你嘴里吐出来的全是刀子，说明你心里积压的全是怨气和恶念。佛法讲得很清楚，世间因果报应，造业最快，损福最狠的就是口业。你干了一天的活，伺候一家老小，本来积攒了100分的福报和功德，结果你这一张嘴抱怨刻薄讥讽，一瞬间就把这功德全给漏光了。不仅没捞着好，还倒欠了别人一笔恶业。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家明明为了家里做牛做马操劳了一辈子，到了晚年却门庭冷落，连个愿意陪他坐下来好好说2句话的儿女都没有？逢年过节，孩子们宁愿在外面躲着不回来，也不想回家听你唠叨。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谁也不愿意靠近一个浑身长满刺天天往外扎人的人啊。
别人记不住你熬的那锅汤有多香，别人只记得你骂人的话有多狠，多伤自尊，逞口舌之快，在嘴上非要压过别人一头，这不仅是伤和气，这是在削减你自己的寿命和福报啊！明代有个绝顶聪明的大才子叫桔梗，这个人了不得啊，才华横溢，《永乐大典》就是他主编的。按理说这么大的学问，这么高的官位，晚年应该享尽荣华富贵了吧？可是桔梗里偏偏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恃才傲物，嘴巴极毒。他这人得理绝不饶人，无理也要辩3分。在朝堂上同僚稍微有点差错，他能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用最刻薄的诗句把人家扒得体无完肤，别人气得浑身发抖，满脸纸张，他却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口才天下第一，不仅对同僚嘴毒，他对皇帝也管不住这张嘴。皇帝家里的私事，立太子这种极其敏感的话题，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他非要跳出来指手画脚，自作聪明的耍嘴皮子，甚至暗地里讽刺皇帝。结果怎么样？因果饶过谁啊？他这张嘴把满朝文武得罪了个干干净净，最后连皇帝也彻底厌恶了他，直接把他打入大牢。有一年冬至，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锦衣卫的头领看了看桔梗的名字，冷笑一声。当天晚上，锦衣卫弄来一桌好酒好菜，硬生生把桔梗灌得烂醉如泥。大半夜，几个5大3粗的锦衣卫像拖死狗一样，把烂醉的桔梗拖到了大牢外面的雪地里。那一晚的雪下得有多大啊？积雪齐膝深，风像刀子一样刮，锦衣卫连个铺盖都没给他留，直接把他整个人推进了冰冷的雪堆里，然后转身锁上了大门。寒气顺着桔梗里的脚底板直往骨缝里钻。半夜里他被冻醒了，四周黑漆漆的一片，刺骨的冰冷让他的血液一点点凝固。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是手脚早就僵硬得像石头一样。他想张开那张曾经能言善辩、骂遍天下的嘴大声呼救，却发现连上下嘴唇都冻得粘在了一起，只能发出咯咯的绝望的摩擦声。满腹的才华，天下第一的口才，在冰冷的死亡面前一文不值。第二天早上天亮，锦衣卫去拨开积雪一看，桔梗早就冻成了一具冰雕，死的时候才47岁。你们想想看，他是被锦衣卫杀的吗？他是被皇帝杀的吗？都不是，他是被自己那张刻薄狠毒、管不住的嘴给活活冻死的。老人们呐，咱们虽然不在朝堂上当官，但家里就是你的朝堂，儿女亲人就是你的同僚。你以为你只是顺嘴骂2句，图个心里痛快？我告诉你们，你吐出来的每一句伤人的话，都是在你晚年的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冰雪。等你真的老得走不动了，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看着床前冷冷清清，儿女们对你公事公办，没有半点热乎气的时候，你千万别怨老天爷不公，那是你自己年轻时候用那张刀子嘴一刀一刀把亲情给割断了的。你把儿女的自尊心踩在脚下，把老伴的脸面撕得粉碎，你成了口舌之快，赢了吵架，可是你输掉了整个晚年的依靠和温暖。你这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那点福气，全都顺着你这张嘴变成恶液飞出去了。所以呀，这6种性格，受不得半点气，错把客套当真心，肚子里藏不住事，遇事优柔寡断不敢做主，毫无底线的愚善，还有这张得理不饶人的刀子嘴。只要你占了一条，你这晚年的福报就像是被扎了孔的水桶，漏的是一滴不剩。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听到这里，可能眼泪都要下来了，背上也直冒冷汗，心里想着，南老师啊，您说的这几条我全占了，我这大半辈子已经这么过来了，福报也漏得差不多了，儿女也得罪了，身体也气坏了，那我这剩下的日子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死了吗？你们别急，老祖宗的学问不仅告诉你病在哪，还会给你开出救命的药方。佛法里有一句话叫做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只要你今天听明白了，当下能够转过这个念头，不管你今年60岁、70岁还是80岁，你的命盘照样能被你自己重新转动起来。那到底该怎么转？日常生活中遇到儿女给你甩脸子，遇到街坊占你便宜，你这口气该怎么化解？怎么把漏掉的福报重新补回来？接下来我就实打实地教你们几招晚年的保命大法，你们只要照着做，我保你们这后半辈子过得安安稳稳，家宅清净。这第一招啊，叫做修闭口禅，护住胸中那口正气，专门治你们那个受不得委屈、爱发脾气和刀子嘴的毛病。你想想看，平时在家里，儿媳妇或者老伴突然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这耳朵一听，心里的火轰的一下就烧起来了，那股气顶在嗓子眼，马上就要喷出一堆难听的话来还击。这个时候千万要刹住车。怎么刹车？老祖宗留下来的法子特别简单，也特别灵。你马上闭上嘴，上下牙齿轻轻咬住，舌尖顶住上牙膛，这叫舌顶上颚，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数3个数，接着把嘴里的一口唾沫咕咚一下咽进肚子里。你们要晓得，这一咽可是有大学问的，你咽下去的不是唾沫，是你胸中马上就要往外漏的那口元气和福气。佛法讲得很清楚，你能在怒火攻心的那瞬间把嘴闭上，把气沉下去，你就等于是躲过了一场削减阳寿的劫难。别人骂你，冲你发火，那是他心里有业障，他正在造恶业。你呢，心里明白，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你只要不开口还击，他的那些恶业就落不到你头上，全弹回他自己身上去了。你把脾气憋住了，你不仅没吃亏，反而是在给自己积攒巨大的定力和福报。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憋得慌，委屈的直掉眼泪，但你试上2、3次，你就会发现，这火气自己就散了。事后回想起来，还会庆幸自己当时没开口。这就叫火烧不着功德林，福报全留在自家门。这第2招叫做个人的因果个人背，学会无情才是真慈悲。这一招是教你怎么治那个优柔寡断和毫无底线的毛病的。很多老人就是心太软，看不得儿女受苦，儿女一伸手，自己就把养老本全掏出去了。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你要把心肠硬起来。当你那个30好几、40岁的儿子又跑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抱怨工作不好干，找你要钱买这买那，或者要你去给他们填窟窿的时候，你不要再唉声叹气，也不要再一边骂一边掏存折了。你要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看着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孩子，爸妈老了，帮不动了，这钱是我的看病钱，不能动，你自己的路你自己去走吧。他可能会跟你翻脸，可能会说你不疼他，甚至摔门就走，你心里肯定像刀绞一样疼，冷汗直冒。但是你要咬着牙把手攥紧，别心软，随他去。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必须要吃的苦，必须要受的罪，那是老天爷在教他规矩，在消他的业。你凭什么用你的老命去替他扛？你替他把苦都吃了，
他就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废物。你今天对他狠心，切断了他啃老的念头，逼着他自己去外面碰壁流汗去挣钱，这才是真正的在救他。你把养老钱死死握在自己手里，不仅保全了你晚年的尊严，也是在帮儿女积德。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大爱无情。第三招叫做逢人只说三分话，锁死家里的风水门。这是专门治那个看不透客套和肚子里藏不住事的毛病的。人老了嫌把戏多，就喜欢凑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从明天开始，你下楼去菜市场或者在小区溜达，遇到那些平时爱嚼舌头的街坊，或者对你热情的过分的推销员，你就保持4个字，笑而不语。人家夸你衣服好看，你笑笑说句谢谢。人家跑来嘘寒问暖打听你家里的事，你打个哈哈就岔过去。记住，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永远不要向外人抱怨你的老板有多抠门，你的儿女有多不孝顺，你的儿媳妇有多懒，一句都不要提。你家里的那些烂事愁事，只要你不往外说，它就是一团闷在屋里的浊气，过几天窗户一开也就散了。可你只要这张嘴一吐露，告诉了外人，这浊气就变成了满大街的毒气，最后全化成冷言冷语、流言蜚语反噬到你家里来，把你们家的家运底子全给败光了。外人给的小恩小惠，坚决不要自己的真心和家底，坚决不漏，做个嘴巴严实心里亮堂的闷葫芦。你这叫什么？这就叫聚气，气聚在一起不外泄，你们家这风水就稳如泰山，什么邪风歪气都吹不进来。这最后一招是最关键的，叫做不显山不露水，偷偷积阴德。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吃亏，老了总想占点便宜，或者做了一点好事，恨不得拿个大喇叭满世界喊，这叫扬善。扬善是图名，名气一换，这福报当时就抵消了。咱们老了要修的是阴德。什么是阴德？就是你做了好事，连鬼神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比如你在楼道里看到别人扔的垃圾袋破了，汤水流了一地，你平时可能要破口大骂，从今天起别骂，你找个拖把默默地把它拖干净，心里想着别让后头过路的人滑倒了，干完就回屋，谁也不告诉。再比如儿女下班晚了，你熬了一锅热汤，以前你端出来的时候嘴里一定要带几句，为了给你们熬这汤，我跑了3条街，累死我了。从今天起，你闭上嘴，把汤端上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喝，心里默默祝福他们身体健康。你们要晓得，你这种不带任何怨气，不图任何夸奖的付出，那能量是极其巨大的。你每做一件这样不留名的小事，你就是在天地银行里存进了一笔看不见的福报，这叫阴德。阴德越积越厚，平时看不出来，一旦你晚年遇到什么大病大灾，或者你的子孙遇到什么沟沟坎坎，这笔厚厚的阴德就会自动跑出来，化险为夷，保你平安。老朋友们，你们仔细回味一下我教你们的这4招：遇事憋住不发火，对儿女狠心不于善，管住嘴巴不外泄，默默无闻积阴德。这哪里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这就是咱们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居家过日子保命延寿的真功夫啊！只要你从此刻开始把心一横，把这些个漏福的习气彻底改掉，我敢跟你打包票，不出半年，你身上的这股气场绝对大变样。你的血压平稳了，晚上的觉睡得香了，
原来一回家就跟你顶嘴的儿女，看着你现在这副稳如泰山、慈眉善目的样子，心里也会生出敬畏和孝顺来。你的晚年，那就是一尊稳稳当当的真佛，谁也撼动不了你。好了，今天絮絮叨叨跟你们聊了这么多，我知道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年纪大了，听着后头的前面的可能就记不全了，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总结一遍，这6件容易漏福气是大亏的事，你们一定要刻在脑子里。第一，别受不得气，脾气一急，烧的是自己的寿命和功德，犯不上。第二，别错认真心，外人的小恩小惠都是冲着你养老钱来的，捂紧钱袋子，别乱掏心掏肺。第三，别往外倒苦水，家里的丑事，受的委屈烂在肚子里，嘴巴一漏，家里的风水就破了。第四，别优柔寡断，身体怎么治，钱怎么花，你自己拍板做主，别怕得罪任何人。第五，别搞没有底线的善良，儿女啃老，亲戚借钱，该硬起心肠拒绝就拒绝，绝不能手软。第六，别逞刀子嘴，干了一辈子的活，别因为几句毒话把老伴和儿女的心全割碎了。为了把这大半辈子漏掉的福报重新补回来，我前面教你们的那4招救命法，火气上来时闭嘴咽下那口元气，学会绝情，让儿女自己去背因果，逢人只说3分话，锁死家里的风水门，多在暗处默默做善事积阴德，这些一定要在平常日子里天天照着练。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常常讲，这世间上最好的风水，绝对不是你花钱买个什么摆件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不急不躁的心。你的心定了，脾气好了，不再向外吐怨气了，你们家里的气场自然就和顺了。最大的改命，从来不是求神拜佛，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我们老祖宗讲过一句话，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懂了，知道以后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转运了，你要懂得分享，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做法布施。你今天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老姐妹、老哥们，或者是发到家族群里，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惠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看，可能就因为你转发的这一手，刚好点醒了一个正在气头上准备和儿女决裂的老头，可能就刚好拦住了。一个正准备把20万养老钱借给推销员的糊涂老太太，你这一句提醒，让他们少走一条弯路，少败一次家运，这就是你在大做善事，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讲到了你的心坎里，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转发和点赞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攒一分福德。另外，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咱们千万个人的善念如果汇聚在一起，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下心宽福自来，也可以写善因结善果。你敲下的每一个字，发出去的每一个善念，最后都会化作冥冥之中的一股暖流和福报，真真实实分毫不差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无灾无难，百病不侵，